别看只有100万人口的艾里温，可谓是人头攒动，也可以挤得水泄不通。一到晚上，清风徐徐，给人的体感体验绝对比待在空调房里强100倍。再加上亚美尼亚治安又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喜欢待在外面，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下飞机第一站梅西他们，看来真是亚美尼亚第一球星啊！下面是取行李的 baggage claim。多哈转机过来这一班应该算是当天最晚，或者说第2天最早的一个航班了，正好是跨完0点就到了。OK, passport control。OK， 我出海关了，这真的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简单的海关，什么问题都没问我，我把护照一递过去，然后他看了一下，翻了一下，然后就盖章了，大概全程20秒不到，非常顺利。OK， 现在到这个行李转盘了，等一下行李我们就可以拿行李了，大家也看一下这个行李转盘的感觉。在那边领取行李吧。这边是整个这个取行李的这一层。OK， 我现在在这个 Yandex 的车上了，刚刚从机场出来，然后一个非常 nice 的小哥接我，来看一下这个街景。晴朗、干爽、昼夜温差大，这是我对亚美尼亚首都天气的初体验。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从酒店出来了，我现在住在这个老城区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老城区都是上百年的老建筑，大家看一下这个老城区的感觉，逛一逛。看这边的车还是有一些好车的，刚刚我右手边的就是一台奔驰嘛，这些老建筑都是还挺有风味的。我正好是住在这个 Public Square 的后边，就是都是一些老建筑，看这些都是用当地的这个高加索山的这些石头建的，国旗。看这些当地的车牌也很有意思哦，都有一个亚美尼亚的国旗 Armenia， 奥迪，虽然都是一些旧款了，但是这个国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穷，还是不错的。我感觉它的发展程度有点像2000年左右的中国，就是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看像那一头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标志性的广场啊 ，Republic Square 共和国广场，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小的街区，就比较生活化一点，一些老房子，这属于 downtown 吧，属于亚美尼亚的市中心区 downtown。看这些房子很有特色的，都是这种石头制的建筑，你看几乎整个城市都是用这种石头制的建筑，还是很有风格的。看基本上这边都是3语，亚美尼亚语、俄语、英语，甚至还有一些可能的其他外语。还有一台大奔，在这边开车还是好车不少。哦，又一台大奔。看这边公交车，这公交车是中国的吧？果然宇通的公交车。现在8月份，中午还是挺晒的。
边几乎这边你看这边的车就是哪个车都有，日本车、韩国车，甚至昨天我还看到了，刚到的时候我还看到一台比亚迪，日本车、雷克萨斯都有。看这边的建筑，没有亚美尼亚当地的风格，有这种粉红色的岩石。有一台大奔，感觉这边的人也是喜欢把奔驰作为一个身份的象征。OK， 亚美尼亚首都，第一感觉就是当地的女孩子确实漂亮。而且是货真价实的纯天然的美。你看这边男女身材比例都比较匀称，不像欧美很多人过于肥胖，也不像亚洲很多人过于骨感。这边的年轻女孩基本都是肤白貌美、大长腿，打扮也挺时尚的，即便年纪大了也挺抗老的。因此，对于美女成灾这个形象的说法，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的。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单身男士，这个国家除了风景好、气候好、食物好、消费合理、美女养眼，绝对也是值得你过来的理由。当然，不是说屏幕前的各位女性朋友就没有机会了。美女，这一半的基因不也来自他爹吗？这边的小鲜肉、老帅哥也同样值得你过来亲身把玩。说到亚美尼亚美食，那真就太丰富多彩了，可能3天3夜都说不完。我们先从最基础的主食说起。大家看，只有2位大妈正在制作的就是亚美尼亚的特色主食 lavash， 这个有点像流行于新疆地区的烤馕，但是 lavash 的最大特点是它非常的薄。你看，大妈就是用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啪的一下就给拍进坑里了。另外，这个茄子核桃仁绝对是超级符合我们中华味的，无法形容，绝对是极致的口感。这边也非常流行吃这类沙拉，很好吃，很健康。这里我要分享2道我个人层面在亚美尼亚最喜欢吃的菜，一个是烤羊肉，香嫩酥滑，口感极致；另一个是烤鱼，特别是烤鳟鱼。这款鱼主要来自于亚美尼亚最大的湖泊塞凡湖，调料很简单，但是口感绝对让你终身难忘。衣食住行，说到行，我觉得在Yerevan 这座城市出行真的很方便。首先，它本身就有地铁、有公交，而且像我第一次来的话，我一般是打车也非常的便宜。基本上你在这个城市从一个角去另一个角，基本上是不超过2000块钱的，包括从机场打车到市中心也不超过2000德朗，不说是德朗，就是还是蛮实惠的。看看这边的的士的这个 taxi， 这边叫做 Yandex 这边也非常的好。就是服务态度啊，包括整个车的整洁程度，我给大家看一下，看整个这个环境，还放了很多糖，是整体的环境是非常舒服的。虽然说这些司机可能不会说英文，但是服务态度是真的都是非常好，非常 nice， 就是给人特别宾至如归的感觉吧。OK， 我现在在整个艾里温最繁华的一条步行街。马上大家转一下，看看这条步行街到底怎么样吧。这个上面的人多不多，繁不繁华，我们转一遍就知道了。今天阳光非常强。那远处看到一个中文的饭店，叫龙源饭店。这边算是他们艾里文市中心的一条大街吧，步行街，大家走一段。现在是周4的中午，所以大部分人是在工作的。尤其是晚上，我相信这个人会特别多。到时候有机会，我晚上再过来拍。
后这边的喷泉都是可以喝的，像这些水，大家看一下，我来喝一个。味道相当不错。到这里有音乐，中午的步行街。所以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很相似的，整个市中心都是一条步行街。那边就是这条步行街的尽头了，然后步行街的尽头正好就连接着 Republic Square， 也就是共和国广场。看这边送外卖的，就是说生活还是很方便，这些打车外卖一应俱全，非常非常方便，费用都很低，吃饭包括吃饭在内。前面地铁站就是苏联时期修建的。进到地铁的隧道特别深，车厢也挺整洁干净。出站以后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苏联时期的建站风格。市中心的一个公园，这边只要走树荫下，其实挺凉快的，很像中国新疆的天气吧。喷泉很漂亮。前面是一个这边的一个集市，公园的街头有挺多人在这乘凉休息。雕像，看这边的建筑都是挺有风格，都是这种本地的火山石的建筑，所以都带一层浅浅的粉色。所以这个它首都艾利温也叫做粉色艾利温。你看这边的建筑都是这样的一个粉色大理石吧，可以说是。看到这里，是不是你还觉得这里的生活有点无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亚美尼亚的夜生活值得我们大谈特谈。这里是共和国广场 （Republic Square）， 夜晚音乐喷泉一响起来，人群就会大量的聚拢过来。别看只有100万人口的艾利温，可谓是人头攒动，也可以挤得水泄不通。这可能跟气候有关，夏天白天阳光比较强，有点热，但是一到晚上，清风徐徐，给人的体感体验绝对比待在空调房里强100倍。再加上亚美尼亚治安又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喜欢待在外面，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你看晚上11点左右的街头，当然人肯定没有白天多，但是还是挺多人在外面散步的，因为确实很凉快，很舒服。然后你看成群的人都出来散步。远处就是共和国广场的那个国家历史博物馆。大家猜猜我现在到了哪儿？我出发去亚美尼亚，但是我现在却还在这儿。看看这后面这个酒店，看一下 Hilton Garden Inn Chicago 我还在这里，因为我航班延误了，
然后没有赶上下一趟去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飞机，所以我还被滞留在芝加哥，在这边住了1晚。然后我现在准备坐这个航空公司给我安排的的士，然后去到机场，芝加哥机场，然后再从芝加哥机场今天晚上飞往Armenia。如果你也来过亚美尼亚，你又有怎么样的旅行初体验呢？欢迎在屏幕下方补充分享。相信我们的这些经历和经验，对于还没有来过亚美尼亚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当然，我们顺手牵羊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更关心怎么通过在亚美尼亚设立和运营公司，来获得当地居留权，甚至成为公民，领取亚美尼亚护照。别着急，下一集我请到了一位绝对有资格的重量级美女嘉宾，来自亚美尼亚中央政府国家发展基金会 Multifunctional Business Support Center 的美女秘书。我们一起来听听从亚美尼亚国家政府层面是如何支持各位国际企业家来亚美尼亚投资创业的。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欢迎通过屏幕下方文字信息栏的联系方式或者私信与我们取得联系。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